大家好，我是苏苏姐家的小新，今天来教大家万物有灵系列虞美人开山的编织方法。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趣之社进入查看。这款开山由身体、胸片、钩边、袖子和配件组成。先来回往返钩织身体，然后分别钩织胸片各部分，连接肩部后钩边，接着制作和安装袖子，最后制作和安装配件。首先学习身体的钩织方法，采用锁针起针，沿着起针来回往返钩织对应花样。用到的针法比较多，图纸上都进行了标注，我就不一一举例说明了，请看演示。首先来起针，为了方便大家观看，这里我用棉线做演示，颜色随机，具体的线材、配色以及钩针的型号，请参考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左手挂线，右手持针，先打一个结，这个结不算一针，稍微拉紧。下面开始钩锁针，1、2、一直钩完需要的针数。我小样这里针数较少，具体针数参考图纸，这样起针就完成了。下面钩第一行，先立一个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起立针不算一针。接着调左侧，第二个锁针上方的半针钩一针短针，然后钩2针锁针过渡，间隔3个锁针，调左侧第4个锁针辫子上方半针钩2针长针，1针锁针和2针长针，完成后再钩2针锁针过渡，间隔3个锁针，调左侧第4个锁针钩1针短针，将这几针看作一组花样。我再演示一组花样，先钩2针锁针过渡，间隔3个锁针，钩2针长针，1针锁针和2针长针，再钩2针锁针过渡，间隔3个锁针，钩1针短针，又一组花样完成。往下重复钩织这样一组花样，钩完这一行。第一行就钩好了，接着钩第二行，立3针锁针起立，翻转织片，
挑下方短针针目钩一针长针，将这个起立针和长针看作一个特殊的长针两针的枣形针，继续钩3针锁针过渡。挑左侧这2组长针之间的锁针洞眼，钩一针短针，再钩3针锁针过渡。挑左侧短针的针目，钩一个变形的中长针3针的枣形针，往后简称为变形的枣形针。钩针绕线，穿入针目，将线钩出。这是一个中长针的未完成针，继续挑同一位置钩2个中长针的未完成针。现在钩针上有7个线圈，绕线，从前6个线圈中钩出，再绕线，从剩余2个线圈中钩出。这个变形的枣形针就钩好了。继续钩3针锁针过渡，钩一针短针，再钩3针锁针过渡，然后钩一个变形的中长针枣形针，先钩3个中长针的未完成针，然后绕线，从前6个线圈中钩出，再绕线，从剩余2个线圈中钩出。又一个变形的枣形针完成。来看一下这一行的钩织规律，就是在上一行长针之间的锁针洞眼钩短针，在短针上钩变形的枣形针，每针之间钩3针锁针连接，往下按照这个规律钩织，直到最后一针前。现在到了这个位置，挑最后这个短针针目，钩一个长针2针的枣形针，钩针绕线，穿入针目，将线钩出，再绕线，穿过前2个线圈。这是一个长针的未完成针，再挑同一位置钩一个长针的未完成针，然后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这个长针2针的枣形针就钩好了，第2行就完成了。继续钩第3行，立一针锁针起立，翻转织片，挑下方针目钩一针短针，2针锁针过渡，挑左侧短针针目钩2针长针，1针锁针和2针长针，往下对照图解钩织对应花样，钩完这一行。
最后在这个长针的针目上钩一针短针，第3行就钩好了。接着钩第4行，立3针锁针起立，翻转织片，挑下方针目钩一针长针，3针锁针过渡，钩一针短针，3针锁针过渡，再钩一个变形的枣形针，往下对照图解钩织对应花样，钩完这一行。最后在短针针目上钩一个长针2针的枣形针，第4行就完成了。往下身体剩余部分来回往返钩织对应花样，需要的针法前面都演示过了，大家自行参考前面的演示，对照图解将它们钩完。钩织过程中会遇到其中一根线头不够长，需要接线的情况，我用小样演示一下这里的接线方法。将需要接线的线头留出5厘米左右的长度，打一个死结。2种线材一起钩织的，将需要接线的线材打结就可以。继续按照规律钩织即可。将接线的部位放在织片的反面，线头暂时不用处理，最后顺着纹理收好即可。这个就是接线的方法，后面遇到需要接线的情况，都按照这里的方法接线。到这里，身体的钩织方法就讲解完成了。接下来钩织胸片，分为右前片、后片和左前片3个部分，分别来回往返钩织。先来钩织右前片，来看成品。前几行门襟一侧不加不减钩织，另一侧减针形成腋窝，完成后断线，在对应位置接线并减针形成领窝。请看演示。先来钩第1行，对照图解继续钩织对应组数花样，直到钩完最后这组花样。我小样钩织的针数较少，已经到了这个位置，再钩2针锁针过渡，调左侧锁针动眼，钩1针引拔针，稍微拉紧。接下来第2行需要调整起始位置，用渡线的方法调整。先拉大线圈，然后将线团从线圈中穿过，稍微拉紧线头，翻转织片，线头放在右侧，钩针穿入右侧这组长针中间的锁针动眼，左手挂线，绕线，将线勾出。注意，这里的渡线
不要拉得太紧或太松，保持织片平整即可。这样线头就调整到了起始位置，这就是镀线的方法。接着立一针锁针起立，挑同一位置钩一针短针。往下第2行剩余部分到第6行结束，钩织方法比较简单，没有用到新的针法，大家对照图解将它们钩完。第7行最后一组花样位置需要钩一个长针与中长针的并针，我用这个小样演示一下钩织方法。先挑下方这个针目钩一个长针的未完成针，再挑上一行起立针的第3个锁针辫子，钩一个中长针的未完成针，然后绕线，一次穿过所有的线圈。这个长针和中长针的并针就完成了。往下，在领口减针前还会遇到长针减针，请看针法演示。长针减针，钩针绕线，穿入左侧针目，绕线，将线钩出，接着绕线，从前2个线圈中穿过。这是一个长针的未完成针，接着钩第2个，钩针绕线，穿入相邻针目，绕线，将线钩出，再绕线，从前2个线圈中穿过。这是第2个长针的未完成针，现在钩针上有3个线圈，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3个线圈，一针长针减针完成。这就是长针减针的钩织方法。钩完领口减针位置前需要断线，钩一针锁针固定，预留5厘米左右线头，断线，稍微拉紧即可。接下来领口第1行需要在对应针目上接线钩织，请看针法演示。这里我用小样演示一下接线方法。取出对应线材，找到接线位置。小样这里位置随机，可以直接将线钩出。如果想要接线更加牢固，也可以打一个结。然后钩出，调整一下，然后对照图纸钩织对应的针法。小样针法随机，线头在钩织时一起收进去。这个就是接线的方法。往下继续对照图纸来回往返钩织对应花样，肩部最后几行还会用到变化的中长针2针的枣形针，请看针法演示。接下来演示变化的中长针2针的枣形针的钩织方法。在同一个针目中钩织2针中长针的未完成针。钩针绕线，穿过钩针上的前4个线圈，还剩2个线圈，绕线，依次穿过。变化的中长针2针的枣形针完成。到这里，
右前片的钩织方法就讲解完成了。接下来依次在对应位置接线钩织后片和左前片，没有用到新的针法，大家对照图解将它们钩完即可。前后片全部完成后，需要用钩短针和锁针的方法连接肩部，钩织时将织片的正面相对，在反面钩织连接，请看视频演示。下面演示用短针和锁针的方法连接两个织片，将两个织片正面相对，反面朝外，重叠放好。钩针穿入两个拐角位置的起针处，接线，立一针锁针起立，在同一位置钩一针短针，然后钩锁针过渡，锁针的数量参考图纸，这里钩3个锁针，接着穿入左侧位置，注意同时穿入前后2个织片，钩一针短针，再钩锁针过渡，然后同时穿入2个织片，钩短针，继续钩锁针和短针，注意前后2个织片对齐，不要错位。短针的入针位置不固定，只要钩织过程中保持织片平整即可。继续将这条边连完。完成后断线，这样这条边就连接完成了。这是正面看到的效果。这样胸片的钩织方法就讲解完成了。接下来钩边，沿着底边、门襟和领子绕圈钩织。钩织过程中注意换线，请看演示。先来钩第一圈，将织片的正面朝着自己，底边朝上。实际先找到后片中线位置，然后根据后片中线位置对照图解找到钩边第一圈的起始位置。不同尺码的起始位置不同，我小样这里位置随机。将线头打一个活结，在对应起始位置调锁针剩余2根线，系好线。立一针锁针起立，挑接线位置钩一针短针，然后调左侧锁针动眼，钩2针短针。
再调左侧针法的入针位置，钩一针短针，往下对照图解规律钩织短针，直到转角这个花样前。现在到了这个位置，挑转角这个锁针动眼钩5针短针，我小样针数随机，然后挑门襟边缘，短针侧面，这样2根线，钩1针短针，接着挑左侧枣形针边缘，钩2针短针。往下按照这个方法，对照图解挑针规律，沿着门襟、领口和底边钩短针，钩完这一圈。全部完成后，挑第一个短针的针目引拔连接，拉紧，第一圈就钩好了。下一圈需要换色钩织，这里处理一下线头。将线头暂时留在织片后方，不要剪断。接着钩第2圈，取出对应配色线，将织片的反面朝着自己，在上一圈第一个短针上接好线。立一针锁针起立，挑接线位置钩1针短针，边钩边收一下接线的线头。继续挑左侧相邻针目钩1针短针，往下1针对应1针钩短针，钩完这一圈。完成后，挑第一个针目引拔连接，注意将下方预留的线头带到上方，拉紧，正常断线。第2圈就钩好了，继续钩第3圈，将织片的正面朝着自己。钩针穿入上一圈第一个短针针目，将预留的线头钩出。注意，这里度线不要拉得太紧，以免织片缩起来。立3针锁针起立，挑下方针目钩5针长针。完成后，钩1针锁针过渡，跳过2个针目，从左侧第3个针目开始，
一一对应钩3针中长针。完成后，钩1针锁针过渡，间隔1个针目钩1针中长针。往下对照图解钩织对应针法，钩完这一圈。注意，钩到最后几组花样时，需要检查一下剩余针目数量。钩织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中长针之间间隔的针目数量，确保最终刚好钩完一组完整花样即可。全部完成后，调起立针引拔连接，拉紧，第3圈就完成了。接下来，钩边剩余圈都是在正面绕圈钩织。注意，最后一圈需要换线。钩织过程中会遇到的新针法为长针3针的枣形针和锁针3针的狗牙拉针，请看针法演示。接下来演示长针3针的枣形针的钩织方法。钩针绕线，穿入上一行的对应针目，绕线，将线勾出，然后绕线，从前2个线圈勾出。这是一针长针的未完成针，同一位置再钩2针未完成针。钩针上有4个线圈，钩针绕线，依次从所有线圈中钩出。长针3针枣形针完成。枣形针的针目会往右偏，注意分清针目。下面来演示锁针3针的狗牙拉针在短针上钩织时的钩织方法。钩完对应短针后，钩3针锁针，然后钩针穿入短针针目前半针和下方左侧的一根线，钩针绕线，将线从3个线圈中钩出。锁针3针的狗牙拉针完成。到这里，钩边的钩织方法就讲解完成了。接下来钩织袖子，左右袖子相同，分为袖身、袖衫和袖边3个部分。先来回往返钩织袖身和袖衫。注意，钩织过程中部分行边缘需要钩织中长针，大家对照图解钩织。完成后，用钩织短针和锁针的方法连接袖身两侧，方法与肩部连接方法相同。然后绕圈钩织袖边。注意，袖边需要来回往返绕圈钩织，也就是单数圈在正面钩织，双数圈在反面钩织。最后一圈需要钩织反短针，请看针法演示。首先演示反短针的钩织方法。钩1针锁针起立，不翻转织片，逆时针转动钩针，挑最后这针短针针目，
钩针放在线的上方，勾住线，只从针目中拉出。这时钩针上有2个线圈，钩针绕线，从2个线圈中勾出，一针反短针完成。袖子完成后，继续用钩织短针和锁针的方法，沿着袖衫边缘将袖子安装到袖笼位置。这样，袖子的编织方法就讲解完成了。接下来钩织配件，包括花朵、花苞、叶子、枝条和扣子，分别制作各部分，然后组装缝合到衣服对应位置。先来制作花朵，每个花朵由4个花瓣和1个硕果组成。首先来钩织花瓣，取出对应配色线，起针钩4针锁针，将锁针圈起来，正面对着自己，注意锁针不要扭起来。钩针挑第1个锁针上方的半针，钩引拔针连接，拉紧，这样起针就完成了。接着钩第1行，另一针锁针起立，调起针动眼，钩5针短针，边钩边收一下线头。第1行就完成了，起针的线头已经收了一部分，可以直接剪断。下面钩第2行，另一针锁针起立，翻转织片，调起立针下方针目钩1个短针加针，也就是挑这个针目钩2针短针。这个短针加针就钩好了，往下每个针目钩1个短针加针，钩完这一行。第2行就钩好了，继续钩第3行，立3针锁针起立，算作1个长针，翻转织片，调左侧相邻针目钩1针长针，往下1针对应1针钩长针，钩完这一行。完成后，正常断线。第3行就钩好了，接着钩第4行，将织片的反面朝着自己，挑上一行最后这个针目接好线。立3针锁针起立，调左侧相邻针目钩1针长针，边钩边收一下线头，继续钩2针长针。接着在下一个针目上钩2针长针，
重复3次。完成后，继续一针对应一针钩长针，钩完剩余针目。最后这个长针钩在上一行的起立针上，这里线头如果还有剩余，可以直接剪断。第4行就完成了。往下钩第5行，立3针锁针起立，翻转织片，调左侧相邻针目，钩一针长针。往下对照图解，挑针目钩织对应数量长针，钩完这一行。完成后，正常断线。第5行就钩好了，继续钩第6行，取出对应配色线，将织片的正面朝着自己，挑左侧上一行最后这个针目接好线。立3针锁针起立，调左侧长针边缘2根线，钩2针长针。接着调左侧起立针边缘2根线，钩2针中长针。继续挑下一个长针边缘，钩2针短针。然后调左侧短针边缘，钩1针短针。重复2次。现在到了起针位置，调起针的动眼，钩4针短针。往下对照图解，对称挑织片另一个侧面，钩织对应针法，钩完这个侧边。
完成后，调起立针，第3个锁针辫子钩4针长针。接着调左侧相邻针目，钩2针长针。继续调左侧相邻针目，钩3针长针。往下每个针目上钩3针长针，直到最后2个针目前。现在到了这个位置，调左侧针目，钩2针长针。再调接线位置这个针目，钩3针长针。与起立针引拔连接，正常断线。自行藏好线头，这个花瓣就钩好了。将最后一圈长针正面的这一面作为花瓣的正面，往下按照这个方法钩织对应数量花瓣备用。接下来钩织硕果，取出对应配色线，手指绕线双环起针。接下来钩第1圈，立针锁针起立，调起针的线圈，钩6针短针。完成后收一下线圈。接着挑第1个针目，钩1针引拔针，拉紧，第1圈就钩好了。接着钩第2圈，立针锁针起立，挑下方针目，钩1个短针加针，收一下起针的线头。往下每个针目上钩1个短针加针，钩完这一圈。起针的线头直接剪断。完成后，在第1个短针上引拔连接，拉紧，第2圈完成。继续钩第3圈，立针锁针起立，1针短针，1针短针加针，交替钩织，钩完这一圈。
完成后，与第一个针目引拔连接，拉紧，第3圈就钩好了。往下钩第4圈，立针锁针起立，先钩一针短针，接着钩一个短针减针，先穿入第一针针目靠近正面的一根线，再穿入左侧针目靠近正面的一根线。钩针上有3个线圈，绕线穿过前2个线圈，还剩2个线圈，绕线一次穿过，短针减针完成。这种直挑针目靠近正面一根线钩减针的方法称作隐形减针。继续钩一针短针，然后钩一个短针减针，往下一针短针，一针短针减针交替钩织，钩完这一圈。完成后，与第一针引拔连接，拉紧，第4圈就钩好了。减针钩之后，织物自然翻卷，调整织物，使正面朝外。第5圈连续钩织6个短针减针，依次钩织。完成后，引拔连接，拉紧，正常断线，将线头塞入织片内部，第5圈就完成了。接着钩第6圈，这一圈钩在第4圈短针位置，取出对应配色线，将织片的正面朝着自己，钩针穿入第4圈任意一个针目，左侧相邻动眼穿出，将线钩出，调整一下线圈大小，接着钩12针锁针，完成后，钩针穿入同一动眼，左侧相邻动眼穿出，钩一针引拔针，将这组锁针和引拔针看作一个花蕊，我再钩织一个花蕊，钩针穿入左侧动眼，相邻动眼穿出，钩一针引拔针，接着钩12针锁针，再挑同一位置，钩一针引拔针，
又一个花蕊完成。往下按照这个方法，沿着第4圈针目位置钩织花蕊，钩完这一圈。全部完成后，正常断线。将线头藏进织片内部。这个第6圈就完成了。接着给硕果添加装饰，剪取一段对应配色线穿入缝针，将针从起针中心穿出，后面留一点线头，从最后一圈任意针目穿入，缝出这样一个条纹。继续从起针中心穿出，相邻针目穿入。这是第2个条纹。往下按照这个方法，每个针目上缝一个条纹。缝完这一圈，缝完6个条纹后，将首尾的线头打死结，剪断多余部分。这个硕果就完成了。往下按照这个方法钩织对应数量硕果备用。接下来制作花苞，每个花苞由2片花蕾和1个花托组成，其中花蕾的钩织方法与花瓣类似，只是针数和行数不同。大家参考前面的演示，对照图解钩织对应数量花蕾即可。花托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围绕起针绕圈钩织，前5圈的钩织方法比较简单，方法与硕果类似，只是钩织过程中没有减针。我用这个小样演示一下最后一圈的钩织方法。上一圈已经在第1个针目上钩了引拔针连接，
接着钩2针锁针，在同一个针目上钩1针引拔针，将这几针看作一个尖角。我再重复一个尖角，调左侧相邻针目钩1针引拔针，2针锁针，再钩一个引拔针，又一个尖角完成。往下按照这个方法，在每个针目上钩一个尖角，钩完这一圈。完成后，预留30厘米左右线头，断线。这个花托就完成了。接下来组装花苞，将花托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从线头相邻位置穿出，再从下方相邻洞眼穿入，稍微拉紧，将线头过渡到花托内部，接着取出2片花蕾，将第一个花蕾正面朝外卷起来，然后取出第2个花蕾，同样正面朝外，像这样包裹第一个花蕾。注意将2个花蕾的开口错开，底部对齐。整理好后，将花蕾塞入花托内部，将针从第2圈针目大约位置穿入，另一侧穿出，再从花托尖角的入针位置穿出，相邻位置穿入，继续穿入花蕾，另一侧穿出，往下按照这个方法来回缝几针固定。缝完后，将针从花托起针中心穿出，稍微拉紧，这个花苞就组装好了。线头留下备用。往下按照这个方法制作对应数量花苞备用。接下来钩织叶子，先起针钩对应数量锁针，
完成后，立一针锁针起立，挑倒数第2个锁针上方半针钩一针短针，往下一针对应一针钩短针，钩完剩余锁针辫子。完成后，再钩一针锁针过渡，挑最后这个锁针剩余2根线，钩一针引拔针，旋转织片，继续挑左侧相邻锁针，剩余2根线一一对应钩2针引拔针，继续钩2针短针，一针中长针和2针长针，然后调左侧锁针位置，钩2针长长针。先来钩第1针，钩针绕线2圈，穿入锁针位置，将线钩出，然后依次从前2个线圈中钩出，重复3次。这个长长针就完成了。继续挑同一位置钩一个长长针，然后钩3针锁针过渡，挑同一个锁针动眼，钩一针引拔针，稍微拉紧，继续挑左侧相邻锁针位置，一一对应钩2针短针，一针中长针，然后调左侧相邻锁针位置，钩2针长针，2针锁针过渡，挑同一位置钩一针引拔针，稍微拉紧，然后在剩余2个锁针位置分别钩一针短针，完成后，到了针目位置，挑第1个短针针目，钩一个短针，一针放3针，也就是挑这个针目钩3针短针。这个短针一针放3针就完成了。接着挑左侧相邻针目钩一针短针，然后挑左侧相邻针目钩一针引拔针，再钩2针锁针过渡，挑同一针目钩2针长针，完成后，挑左侧相邻针目一一对应钩一针中长针和2针短针，然后挑下一个针目钩一针引拔针，3针锁针过渡，接着挑同一针目钩2针长长针，完成后，继续挑相邻针目一一对应钩2针长针，一针中长针，
2针短针和3针引拔针。完成后，再挑这一侧尖端位置，钩1针引拔针，预留30厘米左右线头断线。自行在反面藏好起针的线头，这个叶片就完成了。接下来钩织枝条，请看演示。下面演示挂线钩织锁针的方法。前方留出所需细绳长度3倍左右的线头，左手挂线，留出的线头在下方，先打一个结，然后将流线从前往后挂在钩针上，钩针绕线，将线从挂的线和线圈中勾出。第1针完成，将下方线头从前往后挂在钩针上，继续钩织，钩针绕线，将线勾出，重复挂线钩织。到达需要的长度后，留线断线。如果需要缝合，线头留长一点。往下按照这个方法对照图解钩织对应数量和长度枝条备用。接下来进行组装，来看一下成品。在领口和袖口周围缝合花朵。先来看袖口位置，花朵缝合在袖子与肩部对应的这一侧，花瓣边缘与袖边的边缘大致对齐，左右两侧各有2片叶子向外分散排布。缝合前需要先用记号扣固定各部分位置，然后先用叶子预留的线头沿着边缘挑叶子反面的线圈与袖子对应位置缝合。缝合方法不固定，缝合牢固即可。然后再缝合花瓣，花瓣分2层，每一层花瓣都是基部相对对称排列，2层花瓣垂直交叉分布，用对应配色线，先沿着第5行入针位置和花瓣边缘缝合下层的2个花瓣，再按照相同的方法缝合上层的2个花瓣。完成后，再沿着硕果花蕊基部将硕果缝合到花瓣中心位置。领口的花朵还要缝合花苞和枝条，左前片领口位置有1个花朵，1根枝条，2个花苞和6片叶子，右前片有2个花朵，1根枝条，1个花苞和5片叶子，后片有2个花朵，2根枝条，1个花苞和9片叶子。大家首先对照成品
或按照自己的喜好，用记号扣固定好各部分位置，然后先缝合枝条，再缝合叶片，最后缝合花朵和花苞。注意，枝条尽量弯曲成优美的弧度，前片两侧下方枝条留出一段，不要缝合。花苞都缝合在枝条末端。尖部和后片的花苞，除了需要在花托基部缝合，还需要在花蕾中间缝合几针，将花苞向上固定到枝片上。后片的花朵不要缝得太低。缝合方法比较简单，大家自行将它们缝完。最后缝合扣子，来看成品，无论是大码还是小码，扣子都是缝合在左前片、钩边、正面两组这样的扇形花样之间。第6圈这4针中长针对应位置。扣扣子的时候，用右前片对应位置这4个中长针下方的锁针洞眼作为扣眼来扣即可。扣子的缝合方法不固定，大家将它们缝合牢固即可。到这里，这款开衫的钩织方法就讲解完成了。如果大家在钩织的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苏苏姐家，一针一线，享受生活乐趣。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集再见。